星汉灿烂，下部《月升沧海》正在热播中。凌不疑出兵寿春捉拿彭坤，得知当年孤城一案还有一个主谋，就是自己的舅父林毅。少商家出事，被诬陷入狱。少商得知后归家心切。正当少商心急如焚赶往宫外时，袁胜驾着马车赶来了，就为让少商有交通工具尽快回家。袁胜下车的时候一脸担忧，踏凳都没踩，直接从车上跳下来，跑到少商身边。今日便是得罪圣上，我也定要与他不死不休。更何况他是你阿父，我更不会袖手旁观。整个对话很温柔，与前半集跟少商斗嘴截然不同。让少商坐上自己的马车，袁胜一人在空旷的公道上走进皇宫，为城市申辩。这个氛围有种视死如归之感。少商到家后将要被抓走时，袁胜及时带着圣上诏书赶来救下了少商。少商想与程家一同共患难时，阿母因当时想保护少商，当即扇了一巴掌，走前给了袁胜一个眼神。阿母是何人？历经战场识人无数，必定是觉得袁胜有能力护上少商，在必要关头给他护住性命。预告里，凌不疑想私下扣彭坤，被袁胜发现了，认为凌不疑这举动会连累少商，于是在凌不疑耳边警告：你若是只能带给他麻烦，我不介意取而代之。那眼神，那语气，根本不像个文官，倒像个为爱即将发疯的疯子。袁胜讲这话时已经跟蔡氏定亲了，而霍君华遗憾中病死，成为压垮凌不疑最后一颗救命稻草。凌不疑知道文帝不会替自己报仇，所以他亲手杀了凌家满门。可他千不该万不该的是，如果自己有血海深仇，就不该把陈少商牵扯进来。凌不疑在与陈少商成婚前一天，选择去报血海深仇。得知实情的陈少商赶往凌家，救出奄奄一息的凌不疑。凌不疑屠杀满门，被文帝下令捉拿。陈少商为了凌不疑，跪求皇后救他。在得知林毅的所作所为之后，顶着压力查明林毅所做之事的证据，被淳于氏藏在汝阳王府。文帝终于得知凌不疑原来是霍冲的儿子霍无伤。得知真相的文帝网开一面，将凌不疑发配边疆，免去一死，而陈少商却一病不起。宣后看着这样的少商，从来不会说重话的他，怒斥凌不疑不该这样伤害他。少商是皇宫中斗争中最无辜之人，文帝立处不当，太子碌碌无为，你有血海深仇，这些跟少商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最后却因为你牵扯进来，而你现在却选择放弃他，来成就你所谓的大爱，可笑。宣皇后怒斥凌不疑的背后，藏着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悔。陈少商刚进宫时，明明不喜欢皇宫的生活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依靠，自己独来独往，所做之事都是靠自己，不依附任何人。是自己让少商懂得了什么叫夫妻，让少商放下独立的一面，选择去相信凌不疑，让他成为自己的后盾。而现在的少商失去了保护自己的坚硬外壳，凌不疑选择放弃他时，不是在保护他，而是真正要了他的命。所以温柔如皇后也忍不住对凌不疑发脾气，因为自己放在心尖上疼的人，现在被伤害得体无完肤。凌不疑背负了太多，他必须报仇才能放下执念，而他不该的是，在还没有报完仇的情况下，让程少商喜欢上了自己。在剧中，程家出了叛逃大事，皇后想过问却不敢，岳飞端着糕点随随便便就进去。他不仅能在文帝谁都不见时不通报就入内，也能在文帝心烦意乱时左右他的决策。大雨中，皇后、太子、宠臣、心腹想跟文帝说句话，一到大门几层台阶，隔得远不止空间距离，而彼时岳飞却在殿内随身侍候，还能对文帝说几句风凉话。这场戏中的彼此并无敌对关系，但很多时候人与人的距离就此划开。
文帝的宠爱直接决定亲疏去留，甚至生死，所以才有了凌不疑的后来。不敢将计划讲与少商听，不是不信任少商，而是不敢相信文帝的宠爱。这2集为皇后自请废后做了很好的铺垫，语中求情用了镜头暗示，凌不疑出征，则直接呈现了皇后在这大半生的3人行中有多憋屈。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轰轰烈烈、缠缠绵绵的爱情，但若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倒也一生良配。可皇后的心事无处诉说，文帝亦不曾真心托付，惶惶半生，葬送了年华，落泪也无人瞧见。如此想来，能在生命弥留几年卸下身份的枷锁，倒也是在有限的条件内，终于为自己争取了一回。